哄睡了刚退烧的儿子后，打开朋友圈，远在国外的闺蜜更新了一条朋友圈：丢失了2年的项链找到了。我点开了图片，放大了项链。我老公送过我一条一模一样的，这是供应商特意定制的，全世界只有2条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月月还是有点发烧，你明早陪我们去趟医院吧。我今天应该回不来了，产线出了点问题，我这边要连夜安排人处理，你早点休息。明天我让王叔带你们去医院。电话那头传来我老公徐谦低沉却不带一丝温度的声音。看着被急切挂断的电话，我冷笑一声。明明半小时前李秘书就已经给我发过信息了，徐谦早就离开了工厂了。就在刚刚，我远在国外的闺蜜许妍更新了一条朋友圈：丢失了2年的项链找到了，失而复得的心情难以言喻。配图是一张兔子造型的项链，而这条项链我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，是我们刚结婚时徐谦送我的。他说，这是供应商特意定制的，全世界只有2条。当时我还问过他，那另外一条呢？他支支吾吾半天后说，另外一条因为有一点瑕疵，所以已经损毁了。原来另外一条不是损毁了，而是送给了他的有情人了。我是在和徐谦在一起后才认识的许妍，那时他只是个小小的珠宝设计师，因为有些才华，设计风格也对我胃口，我就把他留在了公司。相处时间长了，我觉得他就好像是世界上另外一个自己，格外的了解我。慢慢的，我们就从员工变成了朋友，再到无话不谈的好闺蜜。我以为他会一直留在我们身边，结果在我和徐谦结婚后没多久，他就声称要赴远洋奔赴爱情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奔赴的居然是和我老公的婚外情。仔细想来，那段时间的徐谦也经常去国外出差，有时候说是去进修学习。这么看来，2人还是真爱。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徐谦秘书的电话。李秘书，你把徐谦这几年的全部行程整理一下发给我。早上早早的我就带着孩子去了医院，幸好只是有些细菌感染，肺部一切正常。从医院出来，孩子就闹着要吃小笼包，刚进店我就愣在了门口。入眼的正是徐谦和许妍2人并排而坐，有说有笑的用着早餐。就在许妍夹起一个小笼包准备送进徐谦的嘴里时，徐谦看到了我们。徐谦惊慌失措地推开了许妍的筷子，然后站起身快步向我走来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子怎么样了？这还是结婚以后徐谦第一次露出除了平静以外别样的表情。原来他也会感到慌张啊！你不应该先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吗？我冷着脸问道。我不想在孩子面前和他撕破脸。妍妍，好久不见，是我刚回国又想念这一口，怕你带孩子辛苦了，就叫上徐谦陪我一块来的。你不要误会了。许妍倒是先一步过来打圆场，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巾，熟练地递给了徐谦。擦擦嘴巴，你看你嘴角都还沾着辣椒油呢。徐谦尴尬地接过纸巾，看了眼我后，还是选择把纸巾丢掉了，然后抱起孩子。月月好点没？有没有想爸爸？许妍脸色一变，眼里的妒忌都快要溢出来了。孩子有些欣喜，抱着徐谦的脖子不撒手。这还是徐谦第一次对月月表现出慈爱。从孩子出生开始，徐谦对月月就一直不是很喜爱。我以为是因为月月是男孩子，所以他才会从小就对他严厉些。现在才明白，他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孩子他妈。
毕竟他是我花高价钱买来的老公。徐谦是山村里出来的，名校毕业，有些才华，很快就在市里住了脚。但是他太急功近利了，为了快速站稳脚跟，他在金价上升时投入了全部家产，准备打造一批流行首饰。结果他的东西刚流入市场，金价暴跌，他一个没钱没势没靠山的人，根本经不住资本第一轮的洗礼。很快他就赔得倾家荡产，然后他就遇上了我，是数一数二的珠宝企业陈家独女陈妍。我对她算是一见钟情，我喜欢她不可一世的清高，我喜欢她俊朗帅气的脸庞，喜欢她不为世俗所动摇的傲气。在我的轮番攻势下，她沦陷在了我用金钱堆叠起来的爱情里。我以为冰山也总会有融化的一天，现在才明白，这座冰山是特意为我而打造的圈套。徐谦伪装得太好了，以至于连我父亲都看走了眼，一度想要将他培养成集团继承人。爸爸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，和徐谦的婚姻肯定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但是在离婚前，我也要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回到老家，和父母说明了一切。既然他是踩着我爬上的顶端，那就应该由我让他从云端落下。许岩找上了我，想要重新回集团工作，我答应了。可能是我答应得太快，许岩一时之间还愣住了。送上门的鱼，还是养在眼皮子底下才能让人安心。妍妍2年没见，你好像变了许多。我娇羞一笑，摸了摸自己的脸蛋。婚姻是最好的营养剂，当然会让人滋润很多了，变得更漂亮了些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果然，听我说完后，许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却还是咬着牙顺着我的话夸了下去。是呀，你看你这皮肤都嫩的能掐出水来了，看来和谦哥的感情很好呢。是呀，我们感情挺好的，别看他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，私底下我都有点遭不住呢。说着我就抿嘴一笑，而许岩的脸都黑了，再也装不下去了。妍妍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，改天再找你聚。看着许岩愤怒离去的背影，我内心却一丝爽感也没有。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李秘书。小姐，这边还查到了一件事，不知道你想不想知道？李秘书吞吞吐吐地说道。我眉头一皱，知道事情不简单。说，这边还查到许岩在国外还生了一孩子，年龄应该和小少爷一般大。李秘书的声音不大，却每个字都直击我的心脏。难怪许岩这么着急回国。许岩很快就办理了入职，因为有了国外这层镀金，徐谦给他安排了个组长的位置。但是我看了，设计部的副总监位置从1月前就一直空缺了。这是想给自己的小情人直接安排上管理层，又怕被人说闲话，想找个过渡。徐谦是真拿着我当傻子在耍。这几天徐谦都回来的挺晚的，许岩应该是被我激到了，这几天都缠着徐谦不放。我让李秘书整理了一下徐谦名下资产，发现有套房子最近一直在产生水电费。查了之后才知道，徐谦居然明目张胆地把许岩安排进了那套房子。而那套房子正是当初我选来给月月读小学用的学区房。老公，你名下那套怡景路的房子，你这几天让人整理一下。我准备给月月报个托班，明年她就要进幼儿园了，得让她提前适应一下学习氛围。徐谦一回家，我就拉着她坐到了沙发上。月月才2岁，不着急吧？况且托班哪里不可以上？咱们小区这边也有很多好的托班呢，送到哪边去谁照顾呀？徐谦神色一顿，明显对于我的决策很不满。我已经给他报名了，钱也交了，
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，反正这2年来你也没有管过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那套房子的钥匙给我，我会安排人处理的。我也没打算废话，那套房子出资人是我爸，因为当时我名下限购了，想着都是一家人，就写在了他的名下。他倒是大方，背地里一挥手就给了自己的小情人。陈岩，你现在做事情都不和我商量一声了吗？徐谦脸色一变，眼眸中带着怒气。你做事情不也从来不和我商量？何况这是儿子的事情，我是不会让步的。不再和他废话，我直接起身上楼。刚到楼梯口，我忽然转身回头，刚好对上徐谦恶狠狠盯着我的眼睛。我轻笑一声，明天记得把钥匙给我。第2天，徐谦并没有把钥匙给我，而许岩却在第2天请了假，理由是搬家。而徐谦当天也不在公司里。我亲自去看了，许岩满脸怒气地站在楼下，徐谦站在他身旁指挥着工人们搬家。因为在车里又隔得太远，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。只见徐谦搂着许岩的肩，低头对他说了些什么，许岩立马喜笑颜开了起来。也不知道他们还能笑多久。这次徐谦给许岩重新租了套房子，也是怕我又一时兴起让人搬走，二是怕我起疑心查到了。我破天荒地去到了公司，徐谦还没回来，我一直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他，一直等到下午，徐谦才回来。一进门看到我，徐谦的脸色有些难看。你怎么来了？来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？我来自己家公司，需要打什么招呼？我记得这家公司似乎是姓陈吧？我起身善意地提醒着徐谦。这才不过2年的时间，他似乎就忘记了谁才是主人。果然，徐谦听到这话，脸色刷一下就白了。他最讨厌别人提及他是入赘的我们陈家。陈家拉了他一把，给他搭了梯子，成就了他的今天，他却谈及陈家就变脸。结婚2、3年，我父母的生日，逢年过节更是能推辞不去就不去。陈岩，你今天是来找茬的？徐谦紧握着双拳，看来他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了。我不介意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。我还没那么闲，我只是记得公司设计部副总监的位置还空着，我是来通知你一声，这个位置我要了。在我离开公司后，听说徐谦一个人在办公室发了好大的脾气，砸了很多东西，真是令人心疼。毕竟里面的很多摆件都是我置办的，价格不菲。晚上，徐谦更是直接没有回家，睡在了酒店，以此来宣告对我的不满。如果换作是以前，我肯定会低声下气的认错，再去求他。而现在，就算他回来求我，我都不会停止对他的报复。第2天我去公司的时候，许岩看到我还满脸的惊讶。妍妍，你怎么来公司了？是来找谦哥的吗？那你应该去总经理办公室呀。我指了指自己的工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设计部的副总监了。许岩听完后，脸色蹭一下就变了，比苦瓜还难看。愣了半晌后，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来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每天一块上班了。说着，许岩就上前一步，故作亲热地挽住了我的手。我不着痕迹地推开了他。虽然我们是朋友，但是这在公司还是注意些比较好。许岩，我记得你在国外是在瑞思工作对吧？麻烦你把你这2年的设计作品整理一下发给我，我晚点要看。许岩脸色更难看了。他的工作经历都是徐谦给他包装的，他这2年被徐谦包养着，根本没踏入过职场半步。妍妍，那个有很多资料在家里电脑上，我手头上还有其他的案子，要不然我晚些日子给你吧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今天就要，我不管你是回家去拿，
还是让人给你送过来？我今天就要看到这些资料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。我拍了拍许岩的肩膀，亲和一笑。许岩，你不是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你也不会想要我为难，对不对？我等着你的资料哦。许岩下午如期把资料送了过来。我看着桌上一张张精美的设计图就想笑。徐谦是觉得我这2年待在家里都把人呆傻了吗？以至于让他随便挑几张国外设计师的作品送来，就能瞒天过海充当许岩的作品了。前几年刚进公司的许岩，不得不让人承认，确实有几分才华。他设计出来的作品有几款都成了当季流行的爆款。他回来后设计的作品我也看过了，式样老旧，缺乏新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眼光已经和国内现如今的风势产生了差异。赵姐，你看一下这些作品吧，都是新来的许岩送过来的。设计部总监赵姐看了眼许岩送过来的作品，也陷入了沉思。妍妍，这样子的人不能留在公司，我们公司是老企业了，不能把招牌给砸了。我点了点头。公司是我祖祖辈辈的心血累积，我比任何人都看得重要，我不会让一颗蛀虫坏了根基的。只是赵姐这件事还是需要由你来出面，我毕竟只是个副总监，不能越权了。当天许岩就被开除了。进公司时风光无限，所有人都默认他是未来的副总监，结果入职不到1个礼拜，就以抄袭被开除，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了回去。陈岩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徐谦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，进门就吼，惹得周围员工纷纷探头望了过来，想一探究竟。麻烦你把门关一下，你也不想把这件事闹得太难看吧？虽然不乐意，徐谦还是照做了。比起许岩的事情，他更看重自己的脸面。而我开除了许岩，无疑是在打他的脸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许岩是你亲自招进来的，现在你又让人开除他，他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徐谦，你不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很好笑吗？你要搞清楚，我才是你老婆，你为了其他女人不顾我的脸面跑来质问我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和许岩是什么关系？我声音不大，却十分凌厉，问得徐谦一愣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的忍让，让徐谦不由自主地给自己抬高了身价，以为自己才是主导方。许岩之前好歹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就是这样子对你朋友的？陈岩，这样子的你让我感觉很可怕。徐谦一脸痛心疾首的模样。如果是之前还爱着徐谦的陈岩，听到这话，估计会立马道歉，反省自己。我走到徐谦的面前，冷笑一声：“你不是也说了吗？是之前的朋友。”徐谦面部表情变化的飞快，有震惊和不可思议，也有害怕和疑惑。我停顿了一下后，接着说道：“都2年没见了，我也没想过他会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人，一个抄袭的人，我怎么敢放心让他留在尘世？”听我说完后，徐谦的脸色缓和了一些。从公司出来后，我给李秘书打去了电话，动作要快些了，我忍不了他们了。徐谦给许岩租的房子也在市中心，是套30室厅的学区房。我让李秘书查了下徐谦的账户，几乎每个月都会给国外的一个账户汇一笔款，有时多，有时少，但是最低都不会低于20万。他倒是对许岩挺大方，我和他结婚这么久以来，他送我的礼物就是那条项链。当初收到项链时，我还十分开心，以为自己终于融化了他这座冰山。现在我把那条项链挂在了梳妆台上，提醒自己这些年的愚蠢。我买下了许岩现在租的那套房子，并让人在里面装了摄像头。谦哥，我们到底还要受那个女人牵制多久？
你是嫌我受的委屈还不够多吗？许岩哭着扑进徐谦的怀中。徐谦看着许岩的神情，仿佛心都要碎了一般。妍妍，你再等等，只要我坐上了总裁的位置，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名分，给咱们的孩子一个家。徐谦手中有陈氏10%的股份，我手里有20%，他是想趁着我爸即将退休，借我手中的股份成为最多持股人，登上总裁的位置。异想天开。第二天，陈氏就变了天，父亲的办公室人来人往，很多生面孔在里面。徐谦一脸懵，想找人问，又不知道问谁，只能跑来问我。妍妍，爸那边出什么事了？我满脸愁容。老公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公司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工厂不是刚生产了一批高端首饰，质检出了问题，现在人家要求退货。我们的资金都投进去了，这批货卖不出去，公司后续积压的订单没有资金投入，就只能赔付了。多少钱？徐谦问道。我伸出2个手指头。2000万。我摇摇头，哭着说道。2个亿。听我说完后，徐谦当场愣住了。这个数额不是个小数目，他当即就回了自己办公室，然后让李秘书去查了。当然，他得到的结果和我讲述的无误。现在在他眼里，陈氏岌岌可危。徐谦当即和在家里安心做着富太太梦的许岩通了电话。陈氏出大事了，你这2天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可能要准备出国了。什么事？那你的股份呢？你名下那些资产怎么办？许岩不愧是和徐谦一个被窝里睡出来的，从头到尾只顾及自己的利益。股份我会这2天想办法出手，至于资产，我也会想办法尽快表现的。陈氏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一定会想办法填漏的，难保不会打主意到我头上。徐谦冷冷地说道。徐谦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现在陈氏出了问题，他第一时间就想着如何和自己的小情人完美脱身，可真是我的好老公啊。徐谦动作也够快，第2天就私底下再联系人出售股份了。毕竟现在陈氏出事的消息还没有散播出去，还能以高价售出。小姐，徐谦那边开出的价格是4000万，你看。收到李秘书的电话时，我倒也不惊讶，毕竟徐谦是个贪婪的人。1000万最多，先别急着压价，先吊着他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第2天，我就带着人浩浩荡荡地闯进了许岩家里。许岩以为是徐谦，睡眼朦胧地来开门，一看到是我，满脸惊讶，眼神里充满了警惕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了。我大手一挥，身后几个大汉直接冲了进去，吓得许岩直尖叫。陈岩，你无法无天了是不是？你这叫私闯民宅，犯法的。我没有理会许岩，而是直接掏出一张清单来，递给了搬家工人。照着上面写的给我搬，我要报警。陈岩，你疯了？我看你简直就是个疯子。许岩说着就满屋子的找手机打报警电话。警方来的时候，东西已经搬得差不多了。陈小姐，徐小姐报警说你私闯民宅，又盗窃她的物品，这件事你有什么说的？我惊讶地看向警官同志。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我拿的都是我自己的东西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为什么来不得？我来自己的房子也能算私闯民宅吗？你放屁，这明明就是我租的房子，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？许岩急得直跳脚。那你把租赁合同拿出来我看看，上面写的谁的名？我这里可是有产权红本的，要不要我也拿给你看看？说着，我就把房产证掏了出来，
上面赫然写着我妈的名字。警官同志，这是我妈的名字。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打电话过去确认。警官同志拿出电话打过去确认了一番后，回来看向许岩的神情就变了，却还是义正言辞地跟我说道：既然这是陈小姐你的房子，但那被许小姐租走了，人家许小姐也是有居住权的。你这样贸然闯进人家家里，还搬走了人家的东西，这种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。对，陈岩就是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所以为所欲为。警官同志，快把他抓起来！许岩也顺着警官同志的话大喊道：警官同志，这你可就冤枉我了。我搬走的都是我自家的东西，而且这房子也不是他许岩租的呀。你让他把租赁合同拿出来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许岩听完后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估计跟了徐谦以后，这还是他头一回这么难堪。在警官同志的一再催促下，许岩才扭捏着去把租赁合同拿了出来。只见租赁人那一栏上赫然写着徐谦二字。这位徐谦是你什么人？警官同志不解地问道。许岩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我这么贴心的人，当然要帮他解围喽。警官同志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位徐谦同志他是我老公，这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老公置办的，所以我作为他老婆来搬走自己的东西不过分吧？因为是家庭纠纷，警官同志录好笔录后，口头上警告了几句就回去了。徐谦来的时候，正好赶上许岩委屈地蹲在门口哭哭啼啼。一看到徐谦，许岩就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。谦哥，一句谦哥，直接把徐谦心疼地拥了上去。看着难舍难分的二人，我直摇头，这两人是拿我当空气了。可嗨，几声咳嗽才让两人尴尬地分了开来。这时徐谦才注意到坐在客厅里看戏的我。徐谦脸色瞬间变了，猛地推开了许岩。老婆，你怎么？难道许岩没有告诉你，来他家里闹事的人就是我吗？许岩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，也不打算装下去了。谦哥，陈岩已经知道了，并且这套房子已经被他买下了。我们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了。他开除我也是故意针对我的，我倒是挺佩服你的脸皮的，怎么可以这么厚，抢人家老公抢得这么理所当然，还要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。他要是涉足娱乐圈，高低的是个影后。谦哥本来就是我的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和谦哥早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了。是你打破了我们的生活，是你让我颠沛流离，是你拆散了我们一家三口，是你……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许岩似乎还想说下去，却被徐谦给重重地打断了。谦哥，你到底还在害怕些什么？反正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他摊牌呢？你也想早点和他离婚的，对不对？许岩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徐谦和我撕破脸，最好是撕得越破越好。陈岩，你听我说，这一切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我这么做都有我的苦衷的。徐谦上前一步，想要拉住我的手，我连连后退，让他别来沾边。不过他这一步倒是伤了他的小情人的心了。许岩直接发疯了。徐谦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国，一家三口永远的在一起了吗？你不是说陈岩家里出了大事，马上就要破产了？你不是已经在变卖资产了吗？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我忍不住给徐谦鼓掌。我们陈家对你不薄吧？陈家现在困难了，你第一时间居然是想着跑。徐谦，我可真是瞎了眼，看错了你。陈岩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徐谦还想要为自己狡辩，我却没有耐心听下去了。你等着收律师函吧。还有你许岩，这些年你从徐谦这里得到了多少？
也必须一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。当晚我就让律师整理了一下资料，把许岩给告了。这么多年，徐谦给他打的钱，每一分我都必须让他给我吐出来。许岩收到律师函的第一时间就给我打了电话：“陈岩，你来真的是不是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和你在开玩笑吗？”他可真是天真。你会后悔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们陈氏也撑不了多久了，到时候我等着看你的下场。许岩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。那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挂断电话后，徐谦的电话也打了进来，我直接按掉了。徐谦不死心地打了一个又一个，我直接无视。孩子我让我父母接走了，关键时刻我可不想出什么乱子出来。毕竟狗急了也会跳墙的。徐谦直接从公司杀到了家里，一张律师函直接甩在了我脸上。陈岩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，我要和你离婚，离婚可以，你告我重婚罪，你什么意思？徐谦现在整个人气得面红耳赤的，丑陋的嘴脸看起来真让人作呕。徐谦，你是没上过学吗？你的学历不会也是造假的吧？毕竟你最爱的白月光小情人最擅长造假了。我故作夸张地张大嘴，阴阳怪气地说道。徐谦拳头捏得指关节咯吱作响，看我的眼神恨不得吃了我。你不会觉得我真是个白痴吧？许岩已经把话摆到了明面上了，你当我真不会去查吗？徐谦，你可真是了不得，国内一个家，国外一个家，俩孩子都差不多大，你这时间管理做的可真是不错。我直接把徐谦国外孩子的照片甩在了他身上。陈岩，你居然派人去查我孩子，你要是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来，我杀了你！徐谦看着孩子的照片，怒气更重了，直接一拳捶在了茶几上，发出砰的一声响。幸亏这是我高价买的黄花梨，要是玻璃的，这不得碎了。原来你也会为了孩子着急的呀，那月月生病的时候，怎么都没见过你眉头皱过半分。我直接拍桌而起，听到月月的名字，徐谦的气势弱下去了几分。你少拿两件事情相提并论，马上撤回诉讼。现在陈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你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动静来吧？你觉得我陈岩，陈家独生女被人戴了这么大一顶帽子，我会咽得下这口气？徐谦，我告诉你，要么鱼死网破，要么你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我当然知道徐谦为什么这么害怕我把事情闹大。他现在手里还有10%的股份没有处理掉，如果这个关头被爆出出轨丑闻，将会没有人敢买走他手里的股份。毕竟陈氏百年企业也不是那么好得罪的。小姐，徐谦那边着急出手，价钱已经降到了3000万了。李秘书打来电话，看来还是得给他下剂猛药。第二天，我直接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公告我要离婚的事情，并且侧面证实了徐谦出轨的事实。借用网络舆论，把事情热度炒到了最高点，甚至有网友直接扒出了徐谦和许岩两人来自同一个村、同一所学校，当初两人就好了。后来徐谦创业失败，两人分开，是我一手将徐谦拉了起来。而这时许岩借着我朋友的身份再次回到了徐谦身边。有认识许岩的网友更是爆出，许岩原名并不叫许岩，叫许慧芬，是在接近我以后改名叫许岩。许岩、陈岩两个如此相似的名字令网友们细思极恐。还有国外的网友爆料，许岩和徐谦二人在国外生有一子，更是贴心地献上了一家3口的高清图。感谢网络的力量，直接将事情推入了最高点。网友们都纷纷为我鸣不平，扬言应该把这两个骗婚的骗子抓进去。
当然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件事也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徐谦已经进不了我家门了，只能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沟通。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，只是网友们可怜我一个傻白甜富家千金被2个山窝窝里出来的假凤凰给骗了。当然，也要感谢网友们给我提供的证据，完全坐实了徐谦和许妍在国外以夫妻生活的事实。徐谦现在是热锅上的蚂蚁，被反复煎熬着。陈妍，我这么多年没有求过你什么，算我求你了，放过我和许妍吧。看着徐谦发过来的最后一条信息，我冷哼一声，直接把他拉黑了。徐谦已经被公司停职了，他现在已经将股份的价格低至2000万，想出手，却根本没有人敢接。许妍被警方带走了，我这边报的警，以他在我婚姻存续期间多次诈骗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金额高达2000万。我这边是要求他将所有财产全部返还，否则我就告到他牢底坐穿。徐谦没了办法，直接跑到我家门口堵我。陈妍，收手吧，算我求你了，你求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来求我？造成这一切的人难道不是你吗？如果不是他像个救世主一般，突然出现在雨天坏了车的我身边，我也不会对他一见钟情。而这一切都只是他精心为我编织的一个圈套而已。我找人调查过了，当天我去取车的那家保养门店，徐谦先我一步买通了工作人员，在我车上做了手脚，所以他才会那么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的跟前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放过我们？徐谦歇斯底里地怒吼道。我说了，让许妍返还我们婚内给他花销的所有资金，否则我会一直告下去，有案件在身，他也别想出国了。国外还有他们的孩子，徐谦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。徐谦第2天就联系上了李秘书那边，要以2000万出手手中所有股份。我立马安排李秘书把事情办理妥当了。看着转回我名下的股份，我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。徐谦拿着钱转去了国外的账户，再让许妍转回给了我。看着卡上的余额，我却开心不起来。曾经徐谦为我拿回一条供应商的项链，我都会高兴地蹦起来。而徐谦却愿意为了许妍付出他好不容易到手的股份，这是他千辛万苦算计得来的，现在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因为怕我再找事，许妍很快就出了国，留下徐谦一个人在国内收拾烂摊子。该谈谈咱们离婚的事情了吧？徐谦找到我，冷着一张脸说道：是该好好谈谈了，婚现在就可以离，但是账你想怎么算呢？我端着咖啡轻抿一口，你的东西我也不会要你的，月月抚养权归你，我名下的东西归我。徐谦想的倒是挺美，他名下资产少说也有1-2千万，足够他和许妍后半辈子花了。要是我不同意呢？我轻笑着看向他。徐谦猛拍桌子，怒视着我：陈妍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徐谦，你不会觉得自己现在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吧？我把开庭通知推到了他的面前。想必你应该收到了律师那边的通知了吧？既然要离婚，财产该怎么分，都会由法官那边判决。你说的可不算，徐谦名下多套房产出资人都是我父母，由他们的账户直接打到的开发商手里，而每一笔款项上都做了备注，用于名下独女陈妍个人购房。这也是我为什么敢和徐谦对簿公堂的底气。我们陈家能有今天，谁都不是傻子，从一开始我父母就留了心眼的，当然也要感谢他们为我留的这条后路。而徐谦怕我再告他重婚罪，硬生生吃下了这个亏，拿了300万现金，
签下了离婚协议。离婚后，徐谦就出了国。因为这件事，国内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了。等到他出国后才反应过来，陈氏根本没有任何问题。接到他的电话时，我刚把月月哄睡。陈岩，你算计我！陈氏根本没有出事，一切都是你设的局。李秘书从头到都是你的人，对不对？徐谦咬牙切齿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我心里已经激不起半点波澜了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不是我又怎么样？徐谦，你到如今都从未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吗？我有什么错？我最大的错就是没有出生在一个有资本的家庭里。徐谦，从我们闹离婚到离婚后你出国，你可曾有念过月月半分情？他也是你的孩子啊。月月睡觉前都还在问我，爸爸去哪了？他都好久没有见过爸爸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徐谦没有再说话，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后来我接替了徐谦的位置，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，公司也成功上市了。月月已经上小学了，我慢慢地把和他爸爸的事情一点点讲给了他听。月月也懂事了，他知道他的爸爸并不爱他。每到学校活动，看着别人一家三口温馨的画面时，我总会觉得亏欠了月月什么。而这时月月会跑来抱住我，告诉我，妈妈，我爱你，月月有你一个人就够了，何况月月还有爱我的外公外婆、李叔叔，他们都很爱月月，月月很幸福。再后来，再见到徐谦时已经是5年后了，他怀里抱着一个瘦弱的孩子，跪在了我的跟前。陈岩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吧。许岩跟在他的身后，一言不发，只是模样看着苍老了许多。那孩子看着也就6、7岁的样子，脸有些肿胀，只是眉眼和月月有几分相似。我记得我们已经离婚很久了吧？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。我冷冷地说道。我儿子生病了，白血病，我和许岩都做过配型了，不合适，所以我想。说着，徐谦就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刚刚放学的月月。你做梦，徐谦，你不要忘了月月也是你儿子，何况他还那么小。我直接怒拒。陈岩，我知道你对我抢走谦哥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但是我孩子真的不能再等了。如果你只是想要谦哥，那我把他还给你就是了。说着，许岩还痛心疾首的模样推了徐谦一把。你当我这是什么垃圾站了吗？什么垃圾我都会要。徐谦的脸当场白了几分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落下。陈岩，帮帮我，就这一次，帮帮我，我儿子真的不能再等了。我直接甩开了徐谦拽着我的手。徐谦，你有没想过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？说完后，我让人拦住了他们，然后抱着月月上了保姆车。妈妈，那几个跪在地上的人是谁呀？月月好奇地问道。我摸了摸她的小脸蛋，就是几个乞讨的人。看着月月似懂非懂的脸，看来明天得给她办理转学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